大家好，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。作为信佛之人，很多善信会来寺院为先祖或家人、亲友祈福，但进入寺庙若不了解相关规矩、礼仪，难免会让人感到手足无措，还会担心因不如法的言行而冒犯佛菩萨或法师，心中不安。为此，小编今天特地为那些初入佛门的信众整理了2点进入寺庙时的注意事项，分享给大家。希望各位师兄在今后前往寺庙时，不会因一些礼仪规矩而冒犯佛菩萨或法师。第一点，寺院的门槛不能踩。在寺院忌踩门槛，流传着这样的说法：门槛象征着佛菩萨的肩膀或者额头，踩了门槛是对佛菩萨的不敬，会受到惩罚。其实，在佛教文化里，并没有门槛是佛菩萨肩膀或者额头的说法。如果说门槛是佛菩萨的肩膀或者额头，绝对不能踩，那难道就可以跨过去吗？事实上，在国外的佛教寺院里，并没有完全像中国佛教寺院一样有一道高丽威严的门槛，就更谈不上有忌踩门槛之说。忌踩门槛属于民间传统文化，在佛教传入中国并逐步中国化以后，人们才将本土风俗文化与佛教文化相融合，并有了许多特定的礼仪规矩。佛教寺院的门槛之所以修得高，是因为其中蕴含深刻的意义。只要你跨入了这道门槛，便将尘世的凡俗抛在了身后，你就会以一颗纯净向善的心来感受佛教的庄严和神圣。佛教寺院供奉诸佛菩萨，是僧众住息的道场，是弘法利生的所在。进入寺院，理当遵守佛门礼仪，维护其庄严神圣。佛教寺院门槛修得高，体现的是信众对于诸佛菩萨的敬重之意。在寺院里不能踩门槛，与其说是禁忌，不如说是包含了吉祥寓意和文化内涵。坎谐音为坎，有坎坷之意，若踩踏门槛，则表示遇坎儿；遇到门槛大步跨过去，则寓意为跨过坎坷，往后便会一帆风顺。所以不小心在寺院踩了门槛的信众们也不必担忧，佛菩萨是不会因为你踩了门槛而惩罚责难你的。但这也不代表大家可以在门槛上随意踩踏，无论在寺院还是在平常百姓家，为表尊敬，都以跨过门槛为宜。进入殿堂虽然不必过于纠结踩门槛的问题，但其实有个经殿礼仪很容易被大家忽视。按照礼仪，进入寺院当顺时针而转，即顺转而行佛事。进入殿堂当从左右两侧而入，若靠门左侧行，则先以左脚入；右侧行则右脚先入。出殿堂也是同样。第二点，不能侵损常住。关于这一点，宣化上人曾有过相关的开示，我们来看看宣化上人是怎么说的。什么叫侵损常住呢？没出家的人在庙上住，没有给供养，譬如住了几天或者住了一个时期，就这么走了，也不供养常住一点钱，这就叫侵损常住，将来会堕地狱的。怎么叫不侵损常住呢？譬如在庙上住，照样拿和在其他地方住差不多的钱来供养常住，这就不是侵损常住。所以我一般主张我的皈依弟子，无论到任何的地方，不要去侵损常住，一定要帮助道场，不要去侵损。侵损就是剥削庙上的财产，令其减少。我们既然不能帮助，也就不要去侵损。不明白佛法的人，以为在庙上住不要钱，也不要什么的，这是占便宜。这在不明白的时候还可以，懂了佛法之后，一定不要侵损常住。不要说是在家人，就我虽然是出家人，但我到任何的常住去住，我估计大约在旅馆里住，每一天要5块钱，我就给3块钱。我到哪个庙上住都给钱，除非自己真的没有钱，这也是可以的。那么要是有一点钱呢，就不应该侵损常住，即使是出家人也不应该。因为常住就像大地一样，大众住的地方，若你令大众都没有饭吃了，这是有过的。所以我们研究佛法的，到任何庙上住，不要侵损常住，都要供养常住一点钱。你在庙上住，即使比其他的地方少给一点，这都算你尽心了。不要一点都不给就跑了，这就侵损常住。此外，常住的东西就是最少那么多的东西，
甚至于是一张纸也不可以随便把它糟蹋毁坏了。为什么呢？虽然是一张纸，但积少成多，由一张而变成多张，所以你即使把一张纸随便损坏了，这也就是破用常住。还有一句话说，一草一木不得不与而取，人家没给你，你就拿了，这就是偷盗。即使是偷到一根草、一根木头，没有得到主人的许可，你就拿走了，这就是偷。一切都不可以随便用他人的东西，你用他人东西，他不知道，这就是偷，犯盗戒了。一针一线皆为布施，即使是一根针、一条线，人家送给你的，这都叫布施。所以不可随便破用常住。凡是常住的东西，即使是出家人，对庙上所有的东西都不可以随便拿来送给人的。要是这东西是我私人的，这可以的。譬如我有一件衣服不穿了，送给人，这可以。但公共的东西，甚至是一条线，也不可以随便说这个我送给你。这叫私人买好，私人结交，令这个人对我有好感，他好护法我，好供养我，这是错误的。我们对于这一点要特别注意。所以破用常住不是说很多的才是破用常住，就是一张纸、一条线，最小的甚至1厘米，用我私人的感情私自送给人，这都叫破用常住，就是出家人也是不可以的。私人的东西我有权送给人，而公家的东西就是一支香也不可以送给人的。以前有位华居菩萨是个大菩萨，他发愿，发什么愿呢？他说，若有人犯忤逆、肆众、十恶的罪，我都可以救他，唯独他偷常住的财物乃至一草一木，我也救不了他，因为我没有法子救得了他。或者这个人杀过84000那么多的父母，像这么重的罪孽，我也可以救他，我本着我的愿力，一定要把他救出来，出离地狱。但如果他偷常住的饮食、财物，乃至于1厘米，我也救不了他，我也不会去救他。所以偷庙上的东西，罪是最大的。我们信佛的人对于这一点要清楚，凡是常住的财物、谷米、饮食，乃至于一个小小的东西，要是没有经庙上主人送给你，你不要自己去拿，这叫不与而取。要是这样子，应该堕落到无间地狱去，千万一劫，求除无期。那么亲损常住过了怎么办呢？在佛经中有这么几段记载，若诸众生亲损常住饮食财物，千佛出世，不通忏悔，纵忏亦不除灭，今诵大悲神咒，亦得除灭。这段话的意思是，假设有一切的众生住或者吃庙上的饮食不给钱，或者用庙上的财物而不还，这种的罪过就是1000个佛出世也不能许可他忏悔。因为亲损常住饮食财物的，你就是在佛前忏悔，罪业也不消灭。但如果现在你开始诵大悲神咒，那么这些罪孽将即刻得到除灭。接着看第2段，若亲损食用常住饮食财物，要对十方师忏谢，然使除灭。今诵大悲陀罗尼时，十方师即来为作证明，一切罪障悉皆消灭。这段话的意思是，如果你侵占、损毁或食用常住，就是你又吃又用常住的饮食财物的话，你要对十方大师，也就是十方诸佛忏悔谢罪，如此罪业才能除灭。这样你在诵大悲咒总持章句时，十方的诸佛就会来给你做证明，如此所有的罪孽障碍都会被消灭。一切十恶忤逆、谤人谤法、破戒破斋、破塔坏寺、偷僧奇物、污净犯行，如是等一切恶业重罪，悉皆灭尽。十恶就是杀、盗、淫、贪、嗔、痴、绮语、妄言、恶口、两舌。忤逆就是弑父、弑母、是阿罗汉、破和合僧、出佛身血。谤人谤法就是诽谤僧人、诽谤佛法。破斋破戒就是你说不吃肉、吃斋，但你又开斋。受戒你又不守戒，破了戒。破塔坏寺就是你把佛塔给拆了，把庙也破坏。偷僧奇物就是你偷出家人的东西。污净犯行，人家修行清净的人，你就令他不清净。像上面所说的种种恶业重罪，
你若能念大悲咒，那么通通都可以消灭。唯除一事，宇宙生疑者，乃至小罪轻业，亦不得灭，何况重罪？虽不及灭重罪，犹能远作菩提之因。唯除一事，但是要除了一件事，最要紧的就这一句，除什么事呢？宇宙生疑者，这个咒是不是有这么灵验呢？是不是这么妙啊？这个咒说是这么有感应，但是我也没看见，究竟真的假的？对于这个咒就不信了。你这一不信就完全不灵了。为什么呢？你信不住这个咒吗？譬如我们人托朋友办一件事，你都要相信朋友，如果不相信他，他也不会给你做事的。这个咒也是这样。于是就算是很小很小的罪，或者很轻的罪业，也不得灭。既然你小罪轻业都消灭不了了，那么重罪便更不能消灭了。不过虽然你的重罪不能即刻消灭，但是还可以远作菩提之因，因为将来不知道哪一个大劫，你这菩提种子就会出来。你先种上菩提因，将来就会生菩提芽，结菩提果，所以因种下去，早晚是会出来的。佛门中的礼仪不仅可以帮助我们虔诚而如法的礼敬三宝，同时还能借由身心合一的方式，更好地帮助我们净化心灵，承办善愿。望大家多加注意。好了，今天的内容就和大家分享到这儿了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